次吧。好，那到我了，时间对有点赶，我也简单说一下吧，看看，真的很简单。好，首先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唐丽佳。这封信想了很久该怎么写，因为很多情绪无法被整理，但却有一些话想和你说。这一年来，我明白了很多事。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两个人在很多方面相似度很高才能称为朋友，但后来才明白，好朋友还可以是互补类型的。是的，在经历了不少事情后，我们渐渐地发现了彼此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有很多，所以也产生了不少的小矛盾。但后来也是因为这些矛盾的出现，让我们更加慢慢地了解和理解对方。就例如，一开始我以为你是小傻瓜，所以老是记不住事儿，想说那重要的事情应该会记着吧。结果发现不是，你是真的记性不好，啥事儿都记不住，有些时候真的是很气人。再例如，更了解你之后，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能忍、很能磨、很能对自己狠的人。因为你的忍、你的狠，不仅表现在你的舞台上，还表现在了你遇到困难的事情上的时候。就例如说你去舞社的这段时间吧。刚开始你去的时候，我们聊过很多，就担心你会在那压力很大。但是我们想都没想到的就是你一去就是半年，在这一期间你有过很焦虑、很痛苦的时候。虽然我们没经历过这样的一系列的事情，可是只要随便想想，或多或少都会从中感受到那之中部分的压力。在外工作与他人的竞争，不能回到剧场见到粉丝的思念，以及长时间的待在一个焦虑不安的环境中，那可是完完全全只有你自己在承受这些东西。于是呢，当时我想到就是时不时和润啊跟你一起打电话，跟你一起聊聊天，让你放松放松，唠嗑唠嗑。虽然说你这些情绪你从来都是压抑住的，很少表现给我们大家看，但是我们都还是能从这些日常的话语中听出你的烦躁和不安。甚至我当时我记得最深刻的是，我就跟你聊的时候，你说了一句“摆烂吧”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就是我吗？已经不想管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当时我就很担心，就他当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感觉他其实真的已经就是真的内心十分的焦虑和不安，但是他很少表现在他给粉丝，比如说他都经常给你们去直播什么，做一些平板撑啊什么东西，他就通过这些方式不把这些焦虑和不安告诉你们，但其实他对心里已经压抑了很久这些东西了。然后看看。不过呢，还好这一切事情都顺利的过去了。也许就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不容易，你回来之后变得更加自信，更钢铁女侠了。铁女侠，不要给我取这种称号了。就是已经是更坚强、更坚硬的一个人了，就内心。yes。另外，你也在舞社中收获到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。这一切也正如你说的那样，去舞社就正如你去舞社之前说的那样，都实现了，然后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唐丽佳确实是一个很厉害的人，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做好，让人放心，也可以让人一直期待着。可是唐丽佳也是一个有血有肉、会哭会笑、会累会害怕的人呀。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，比起照顾你或者其他事，你更希望有人去理解你和去懂你。但说实话，真的能够理解一个人很困难，因为大家的出发角度和所经历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。可是，毕竟归咎于还是喜欢两个字，因为喜欢一个人，毕竟就应该需要让他更自由、更有自信、更有底气的去做他想做的事情，这才是正确的。这也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很重要一点。很感谢洪新文认识了唐丽佳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认识唐丽佳。希望唐丽佳身边可以有更多爱她、理解她、宠爱她的人，可以让她放心的去释放自己所有的情绪，时不时去做一个叛逆的小孩也可以，无论对错，只要你开心。希望唐丽佳实现她所有想做的事情。最后，特别是希望唐丽佳永远快乐。好的，谢谢奶盖。